结婚后，我成了一名全职妈妈，我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我的家庭，结果却换来他们所有人的嘲讽和嫌弃。我的婆婆和她跳广场舞的姐妹说，整天就知道伸手要钱，白吃白喝，可要点脸吧。我的丈夫和他的同事说，算了，我家那个现在就是个黄脸婆，带她去参加酒席没面子。我的儿子把身上的脏衣服脱下来扔给我，给我洗了。我听见他和他的同学说，你妈妈好厉害呀。我妈妈什么都不会，一天只知道打我。我咽下所有苦水，毅然决然打算回归职场，顺便清理清理门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结婚前对我客客气气的婆婆，如今是这样一个态度。吃完午饭，我看着天要下雨了，考虑到去跳广场舞的婆婆没有带伞，我拿上伞去了她跳舞的地方。刚走近，我就听到了他们在议论我。张太太，我听说你们家媳妇以前是个高材生呢。我的婆婆听完后非常讽刺地笑了一声，高材生？我呸！整天就在家里混吃混喝，像个什么样子？每天养着那2条死狗，在家里面晃来晃去，看着就烦。我拿着伞的手慢慢握紧，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今天要是我不来，我还不知道他对我意见居然如此之大。当初可是他第一个同意我辞去工作的，是他亲口说的，南旭呀，以后你就在家里养着，让宇宙出去工作就行了。辞职的时候，很多人劝我，女人不可以没有事业。可我以为我嫁了一户好人家呀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当时的脑子真的是被驴踢了。我刚到家，外面就下起了暴雨。约莫5分钟后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我那嫌弃我混吃混喝的婆婆。我听着手机的来电铃声，心中闪过一丝报复的快感。我站在窗边，看着外面风雨飘摇的树，突然觉得这些树好像我，没了枝叶，被修剪得光秃秃的，看了一眼就不想再看第2眼。手机铃声停了，室内重归安静。我看了一眼躺在狗窝里酣睡的2只小狗，要是没有它们2小只的陪伴，我可能早就抑郁了吧。半个小时后，婆婆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大声地嚷嚷，南旭，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是聋了吗？我抬起视线扫了一眼被淋成落汤鸡的婆婆，语气淡淡，没听到。手机静音了。何春见我的态度不好，愣了半秒后，又重新使唤我。那你给我去拿块毛巾。我忍着心里的烦躁，站起来给他递了一块毛巾，然后转身回了房间。我看着床头柜上儿子的照片，内心又回归了平静。还好，我还有一个爱我的儿子，我还有一个贴心的小棉袄。
看了一眼时间，还有1个小时就要去接他了。我打开手机，一眼就看到刚才婆婆给我打的那10几个电话，随后点开了微信。以前的同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：南旭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是把那个单子让给你老公了呀，改天一定请我吃饭。我回复了一个好的。我起身去了洗手间，看了一眼如今打扮素雅、素面朝天的我的脑海里蹦出来了2个字：保姆。我像极了这家人的保姆。我苦笑一声，果然人不工作就是容易胡思乱想。我早早的就去到了儿子的幼儿园。刚刚下完雨，空气中带着凉意。幼儿园的老师认出了我，是夏时旭的妈妈吗？我微笑着点头，是的。外面那么冷，离孩子放学还有一段时间呢。您先进来等一下吧。出门拿了儿子的外套，却忘了自己的。我现在确实有点冷。好嘞，谢谢。进去后，我问老师，他们这会儿是在上课吗？现在应该是室外活动的时间，您可以去看看的。我点了点头。反正待着这里无聊，我去了他们课外活动的地方。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旭旭，想着不打扰他们，我绕到了他们的后面。那里有一道屏风隔着，孩子们看不见我。走近，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应该是在玩类似于过家家的游戏。旭旭说：“你想要什么职业？”和他玩游戏的小男孩说：“我想当厨师，因为我妈妈说她做饭不是很好吃，我长大要做饭给她吃。”旭旭思考了片刻，我妈妈做饭很好吃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嘴角勾起一抹笑。不过很快，我的笑意就僵在了脸上，因为旭旭又说话了。可是我妈妈每天都在家里做饭，除了做饭，她什么都不会。每天就在家里打我。几乎是瞬间，我的呼吸好像是停滞了一般。我的心脏猛地抽痛，眼泪不受控制般顺着脸颊滑落到衣领里。为什么？所有人都可以说我，旭旭不可以。夏时旭，我妈妈很厉害的，她经常带我去参加宴会。下次你可以和我一起去。好呀，好呀。我听出来了，那孩子的声音。他是徐杰的儿子，我曾经的下属。我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嘴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好狼狈，我连出去问他的勇气都没有。我像一只老鼠一样躲在阴暗的阴沟里，身上散发着被臭水沟腐蚀的气息。000，我被下课铃声吓了一跳。我快速离开了这里，回到了幼儿园门口。老师察觉到我的情绪后问我：“夏妈妈，您怎么了？”没事，可能是有点着凉了。孩子们排着队齐齐地出来。旭旭来到我身旁的时候，我有些恍惚。这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骨肉，是我放弃工作在家照顾的儿子。路上我问他：“旭旭，
你喜欢妈妈吗？旭旭嘟了嘟小嘴，妈妈不打我，我就喜欢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眼眶又控制不住的红润了。那你想妈妈出去工作吗？听到工作二字，旭旭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可是妈妈，你什么都不会。我呆愣在原地。原来我在我的孩子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角色。怪不得他衣服上染上巧克力酱后，他会直接脱下来丢给我，然后毫不客气地对我说：“给我洗了。”在他的眼中，我就理所应当是给他洗衣服的那个人。他只是把我当成了一个保姆，是爱让我一次次对他纵容，让他对母亲这个角色有了错误的认识。今天还真是一个幸运的日子，一下子让我看清了我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。回去后，我没有一丝犹豫，打开了我的电脑，发送了那份简历。晚上夏雨舟回来了，和往常一样喝得烂醉。一回来就拉着我絮絮叨叨地说着：“我和你说，我今天拿下了一个大单子。你的那些前同事也不过如此吗？”我皱着眉头扶着他，被他身上的烟酒气熏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你怎么又喝那么多？听见我不满的语气，夏雨舟甩开我的手，发酒疯一般的朝我吼：“喝点怎么了？我拿下一个单子，你不应该为我高兴吗？给你钱花，你不应该捧着我吗？”我看着这个结婚时我下定决心要和他共度一生的男人，此刻却觉得我识人不清。是他求我让我在家当全职妈妈，是他向我承诺要对我一辈子好，要挣钱给我花一辈子。可如今的他每天都在扑我，言语中处处彰显着他的优越感。要是我告诉他这单生意别人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给他的，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。我费力地将他扔在床上，打算就这样让他睡一个晚上。这时候，我的婆婆居然进来了我们的房间，语气不满：“南旭，雨舟喝那么醉，你就让他这样睡？你把他的衣服换下来洗了，然后给他用毛巾擦擦身子，然后去煮点醒酒汤等他醒来喝。”听完这一系列的要求，我深呼了一口气。曾经自己给自己的编织的美梦被打碎后，才发现现实居然如此的残酷。我南旭向来不是什么让人拿捏的人，除非是我自愿的。可经历了这么反转的一天，我不干了。妈，你说那么多，要不你来？我今天去接旭旭的时候着凉了，万一传染给你儿子。我今晚去客房睡。说完，不等他反应，我就拿着我的睡衣出门了。婆婆何春在身后大喊：“南旭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给我回来！”砰！我使劲将客房的门甩上，隔绝了那些嘈杂的声音。这时候，手机上的提示音响了，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我的简历通过了，通知我明天去面试。是我的老东家，他们的办事效率一如既往的快。第二天，夏雨舟在头疼欲裂中醒来。
我送完絮絮后回来，就听见婆婆在告状：“禹州啊，你这媳妇是要造反呢？昨天不给我送伞，你回来后把你扔床上，她就去客卧睡了。”夏禹州烦躁了，揉了揉头：“妈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你们这些婆媳关系，不要让我参与。”我适时地开口：“是啊，妈，你有什么可以直接和我说的，不用向禹州告状。”何春看见我后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倒是夏禹州维持着一副好老公的样子，过来拉我：“好了，老婆，别和我生气。昨晚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喝那么多，下次不会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夏禹州这么窝囊？婆媳关系的关键，难道不是他这个纽带的作用吗？想着下午要去面试，我也没有多说什么。毕竟现在的我没有什么话语权。好了，吃饭吧。下不为例。我没想到来面试我的居然是徐杰。他见到我时一点都不意外，甚至还有些高兴。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看着曾经那个跟在我身后请教的姑娘，如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，心里有些五味杂陈。她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，但她却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。别叫我老大了，如今的我已经脱离职场好多年了。徐杰摇了摇头，在市场部，你永远是我们的老大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为什么？徐杰笑了笑，因为你是男婿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好像又重新跳动了。不同于往常，现在的这颗心是鲜活的，是为男婿而跳的。我回到了市场部，不过不是市场部经理。我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。徐杰对我很照顾，他向市场部但同事介绍了我，这是男婿，我们新来的同事。想必大部分的人都认识他。我向他们微微颔首。这里的人大部分我都认识。我听见有人小声地问：“他是谁呀？怎么感觉老大很开心的样子？”他呀，他可是老大的老大，以前市场部不败的传说。他的市场营销记录至今没有打破。我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工作的强度，暂时把我安排在了徐杰的手下，这样其实也很好了。徐杰硬是要拉着我出去吃饭，说结束后可以一起去接孩子。可我刚坐到饭桌上，手机就响了。喂，男婿，你去哪了？家里来了一些老家的客人，你还不回来做饭？何春的嗓门不小。我看了一眼坐在我对面的徐杰，我知道他听到了。眼神对视间，他主动起身对我小声地说：“我去打蘸水。”待他走后，我的嗓音冷淡：“我今天在外面和朋友吃饭，不回来了，你们自己解决吧。”说完，不等他说话，我就挂了。我看着面前咕噜噜沸腾的火锅，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有工作，所以何春才敢这么使唤我？发什么呆呢？
我的思绪被徐杰打断。我伸手接过他递给我的蘸水碟。老大，你居然会做饭？我笑了一下，知道他是在说刚才听到的话。以前不会，生了孩子后慢慢就学会了。徐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好了，快吃饭吧。今天是恭喜你重入职场的宴席，别的我们不说。徐杰举起手上的酒，恭喜你重焕新生。我的心里咯噔一声，有什么东西在沸腾？我举起自从生孩子后就没有碰过的酒杯。谢谢你，徐杰。这顿饭我吃得很开心，因为聊天的话题是我们自己。结束时早已经错过了接孩子的时间，不过我们提前和老师打了招呼。孩子已经被徐杰他妈接回去了。走啊，去我家接你儿子。喝了酒脑袋晕乎乎的，我点了点头。去到徐杰家的时候，旭旭正和他儿子玩得很开心。走啦，旭旭。旭旭不舍得和他的小伙伴说了再见。徐杰送我们出了门。临上车前，我听见他说：“老大，什么时候都不要丢弃重来的勇气。”车上夏时旭一直很不安稳，他捏着鼻子，一脸嫌弃地看着我：“你喝酒了，臭死了。”我好笑地看着他：“你爸爸天天喝酒，你怎么不说他臭？你又不是爸爸。”我最喜欢爸爸了。酒一上头，听到这话我突然觉得恶心。你喜欢你爸爸？那以后让你爸爸送你去上学吧。怀胎10月生下来的骨肉，到头来最讨厌的人居然是我。既然这一家人都容不下我，那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？刚回到家，我就闻到了一股很腥的味道，满屋子都是啤酒瓶，还有烟头。夏时旭刚进去就捂着鼻子：“啊，好臭！妈，你快把这些扫干净。”我看着满屋子的狼藉，换作是以前，我肯定已经任劳任怨地开始收拾了。嫌臭啊？自己收拾啊！夏时旭听到我的话后崩溃的大哭：“啊，你快把这些收拾了！奶奶，奶奶你在哪？”何春听见夏时旭的声音后，从房间里出来。我留意到他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对，他好像不是很想和我对视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夏时旭崩溃地抱着何春：“奶奶，你快让妈妈把这些都打扫了，好臭啊！”我看了一眼何春：“你的那些亲戚走了。”何春视线一直不停地往厨房的位置瞥。走了呀？这不还来不及收拾？我一会儿收拾。你先带旭旭去睡觉吧。嗯。居然不让我收拾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单手拎着夏时旭的衣领，走。睡觉。夏时一脸不服地看着我：“坏妈妈，我讨厌你。”哦，那你讨厌吧。我也讨厌你。魔法打败魔法。我会让你知道你讨厌的妈妈为你付出了多少。夏雨舟最近这几天都没有回来。
说是最近工作忙，不知道又去哪里喝酒了。想起我的2只狗今天还没喂，我拎起狗粮往狗窝的地方走，没有理会正在收拾屋子的何春。跳跳、闹闹，出来吃饭了。平日里我一叫他们俩就蹭蹭蹭跑出来了，今天怎么没动静？跳跳、闹闹，想起刚进门何春的眼神，我的心里突然有些不安。我快步走到了狗窝的地方，看清了里面并没有他们2个。我扭头冲进厨房，妈，我的狗呢？咚！何春手上的一口锅咚的一声掉到了地上，一锅肉，汤洒了一地。何春慌慌张张地抄起一旁的扫帚扫着。狗？不知道呀，我今天没看见他们。做了那么多年饭，我对各种肉的样子了如指掌。眼前这一锅洒出来的肉，一看就不是寻常的猪牛羊肉。想起刚进屋闻到了那一大股味道，我的身子一软，伸手扶住旁边的墙壁。我颤抖着嗓音问他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何春眼神闪躲：“这是老家的亲戚带来的肉啊，洒了就算了，倒了吧。”说完，他慌张地铲起地上的肉，想要倒进垃圾桶。刚到垃圾桶旁边时，他却停住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垃圾桶满了，我去重新找个袋子。我强忍着一把推开他，打开了垃圾桶，只一眼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般砸到地板上。那垃圾桶里都是毛，是跳跳和闹闹的毛。何春见我发现了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你那2只狗一天在家吵死了。”禹州他舅舅在老家经常吃狗肉，就宰了招待他了。我的脑袋一阵轰鸣，呼吸都感觉停滞了。他是怎么说出如此残忍又恶心的话的？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掏出手机报了警。110吗？有人杀了我的狗。何春一听我报警，顿时慌了。南旭，你别不识好歹呀！不就是2只狗吗？大不了让我儿子买2只还给你。你居然敢报警！我没空听他讲话。我捂着嘴看着地上那一锅肉。哦！我冲出厨房，冲进了洗手间。哦哦哦！像是要把我的5脏6腑，连同着对这家人的恶心都吐出来一样。我趴在洗手池吐了半天。我听见何春说：“七，装什么？至于吗？”我慢条斯理地抽了一张抽纸，擦了一下手，然后转身快步走到他的身边。啪！巴掌声响彻整个屋子。何春捂着脸，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看着我：“南旭，你居然敢打我！”我一字一顿地看着他说：“打的就是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子！”何春崩溃地大喊：“反了你了！我要打电话给我儿子。”说着，他就掏出了手机，哭哭啼啼地说：“我打他，让他马上回来。”
我懒得听他在这里嚎丧，转身回了房间。警察来之前，我都不想看到他。不过刚打开手机，我就收到了一个视频。原来是因为拿下了那个单子，夏雨舟故意请客吃饭，想要彰显一下他的优越感。给我发视频的人是徐杰，没想到他也在。视频里的夏雨舟就一个字：装。以前没见过他在职场中的样子，原来这样的令人作呕。宴会上有人问夏总，过几天有个酒会，要不要带嫂子来啊？听说嫂子以前可是很厉害呢。夏雨舟手一挥，一脸不满地说：什么厉害不厉害的？她现在不照样是个家庭主妇？再说了，她现在像个黄脸婆一样，带她出去没面子。我紧握着播放视频的手机，我听到徐杰为我说话：夏雨舟，你这样说南旭，你对得起他辞职在家做一个家庭主妇吗？论能力，你不如南旭的1/10。夏雨舟一脸不屑地说：那又如何？砰！我将手机砸到地上。好啊，夏雨舟，原来让我辞职什么的都是骗局，这笔账是该好好算算了。夏雨舟几乎是和警察一块儿到的，一到家，他又戴上了那个深情的面具。他过来拉我的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旭旭，怎么连警察都来了？我甩开他的手，对警察说：警察先生，这个女的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杀了我的狗。我调出了手机里的监控视频，递给其中一名警察。视频里，何春和一名男子合力按住了我的狗，然后用棒子将他们敲晕了。接下来的片段我没有勇气看，别开了脸。夏雨舟的脸色难看。妈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何春这下子慌了，你舅舅说想吃狗肉。我没想那么多，这犯法吗？一旁的警察皱着眉头看完监控。何春女士，你涉嫌侵害他人私有财物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何春瞪大了双眼，这才不是什么私有财产，这是我儿子买的狗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是吗？夏雨舟。夏雨舟央求地看着我，旭旭，要不算了，我重新给你买2条。这好歹也是你的婆婆。我看着这张我刚刚认清的虚伪的脸，你难道不知道那2只狗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产后抑郁的时候，要是没有跳跳和闹闹，我恐怕没有本事走出来。我不同意和解。警察先生，麻烦你们把他带走吧。何春大惊失色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南旭，你这个婊子！你吃我儿子的，住我儿子的，现在居然要报警抓我！你不得好死！我嗤笑了一声：何女士，您怕是还不知道吧？这房子可是我南旭买的，您儿子可是1分钱没出。夏雨舟听到我说这话后，脸色更加难看了。南旭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也是。
你还是先着急一下你妈吧。你……何春被警察带走了，夏雨舟着急忙慌地跟着出去，留下另一名警察和我站在原地。我和他相视一笑，刚才一进来我们就认出了彼此。周怀墨率先开口：“好久不见啊，老同学。”我苦笑了一声：“是啊，好久不见，让周警官看笑话了。”周怀墨严肃地看着我：“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毕竟她是你婆婆。”我坦然迎上她的视线，当时是依法处理。她马上就不是我的婆婆了。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一抹赞赏。接下来的几天应该会很热闹。我把夏时旭送到了我爸我妈那里，说明了情况后，他们很生气。当初我们就说过，没必要为了家庭放弃工作。女孩子的价值是自立自强，而不是寄人篱下。我假装委屈地对他们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。这段时间你们帮我带好夏时旭，但是不要对他太好，什么都让他自己来。我要让他知道没有妈妈是什么日子。爸妈知道夏时旭现在的状况以及他对我的态度。知道了，保证完成不作为任务。”我看着他们笑了一声。接下来就该完成去赴刘子的任务了。我将这些年来喂养跳跳和闹闹的金钱都算了账，去开了收据，然后向法院递交了材料。何春和夏雨舟选择了上诉，以为这样就会有转机吗？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居然将责任都推给了夏雨舟的舅舅何斌。何斌也主动承担了责任，说狗是他杀的。厨房里没有监控，确实不知道杀狗的人是谁。可我不信何春没有参与，就算不是他杀的，也一定是他教唆的。法庭上，我看着何春那好像淬了毒的视线，淡定地说出我不同意和解。最后何斌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，何春则需要偿还我一定金额的赔偿以及精神损失费。从法院出来后，夏雨舟来找我：“旭旭，这次事情是妈和舅舅不对，你真的不能再宽容一下吗？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”我拿出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递给他，以后就不是一家人了。夏雨舟僵在原地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我：“你要和我离婚？为什么？”我好笑地看着他：“夏雨舟，戏演够了吗？求我成为一名家庭主妇，你的那点虚荣心满足了吗？”我看着他，瞳孔放大，随后视线闪躲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我懒得和他废话，签了吧，不签就法院见。这时候何春突然冲上来，给了我一巴掌。我一下子没有躲开，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。反应过来后，我没有一丝犹豫，给了夏雨舟一巴掌。啪！巴掌声吸引了进出法院的人的视线。夏雨舟，你妈有病就带去治，别放出来
到处咬人。这巴掌打在夏雨舟身上，比打在他身上更让他难受。毕竟，夏雨舟就是他的脸面呢。何春气的脸都发抖了，指着我呼吸急促：“你……”我无情地打断他：“得了，不会说话就别说，记得把欠我的钱还给我。哦，对了，记得从我家搬出去。”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想必他已经知道他住的房子是我全款买的了吧，而且是我的婚前财产。这时候，我听到一个人叫我南旭。我朝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，是周怀墨。捎你一段路，这里不好打车。好呀。说着，我就上了周怀墨的车，留下在原地呆滞的夏雨舟和无能狂怒的何春。车上，周怀墨将一瓶冰可乐递给我：“敷一敷吧。”我接过可乐，有些意外地看向他，都看见了。他挑了挑眉：“你们动静那么大，想不看见都难。周警官怎么会来法院？来拿点资料，刚好就碰到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空气中有一丝尴尬。加个微信吧，南旭。毕业后，我们好像都没有联系方式。我掏出手机。好啊。说是捎我一段路。周怀墨把我直接送到了家。谢谢你啊，周警官。改天请你吃饭。荣幸之至。回家后，我找了换锁的人，然后找了搬家公司。不久，我就接到了夏雨舟的电话。南旭，妈说你把锁换了，你有必要做得那么绝吗？夏雨舟，那是我家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我收回我的房子有什么问题吗？电话对面的人被我噎得有一瞬间停顿，随后语气无助地问我：“真的要离婚吗？”旭旭，我那么爱你。我冷笑一声：“别，我可担不起。你爱的是你自己。”夏雨舟，明早民政局见。你不来，我看不起你。这时候，我听见电话那头似乎是有什么人在讲话，随后我便听到了何春的声音：“南旭，我告诉你，离婚可以，旭旭必须要归我们家。你一个全职妈妈根本抚养不起旭旭。”哦，是吗？那打官司吧。南旭，你……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最近我回公司的工作强度有点大，不过好在都能胜任。刚想躺下休息一会儿，我的电话又响了。我心想这家人真是阴魂不散。拿起手机一看，居然是旭旭的电话手表。喂，旭旭，你怎么还不睡？旭旭语气委屈：“妈妈，我好想你。你什么时候来外婆家？”我挑了挑眉，看来爸妈最近对他不错。怎么了？外婆没有和你说吗？妈妈去工作了。妈妈要赚钱养旭旭啊。听到这话，他彻底崩溃了。妈妈，我错了。我不要你去工作了。旭旭要你陪着我。
我嘴角的笑意明显，旭旭乖。过段时间妈妈就去接你。法院开庭很快。法庭上，夏雨舟和何春揪着我没有工作这一点无限放大。我和我的代理律师平静地看着对方，据理力争。待他们说完后，我的代理律师问：“说完了吗？”说完的话，轮到我们补充了。首先，你们所说的我方代理人没有工作这一点不成立。我方代理人于1个月前已经重回了职场，且收入不低于男方。再加上我方代理人有5年全职妈妈的经验，完全有能力抚养孩子。我看着夏雨舟和何春不相信的表情，得意地笑了。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他们，那当然是因为我不想错过这么有趣的一幕呀。最后，法官说什么要征求孩子的意见。旭旭被我妈牵着入场。这段时间，他长大了很多。面对法官的询问，他说：“我想跟着妈妈。妈妈以前照顾我那么辛苦，现在旭旭长大了，我也要照顾他。”我看着旭旭，欣慰地点了点头。这才像我的儿子吗？判决的结果显而易见，旭旭被判给了我。夏雨舟则需要每个月出2000块钱的抚养费。何春本崩溃地朝旭旭喊：“旭旭，我是奶奶呀，这是爸爸，你跟着爸爸好不好？”旭旭倔强地摇摇头，表示不要。出了法院，我又见到了周怀墨。周警官，你跟踪我？周怀墨看着我笑了笑，如沐春风。你说是，那就是吧。送你们？不用了，我开车了。旭旭拉着我的手摇了摇，妈妈，这位叔叔是谁？我低头摸了摸他的头，这位叔叔是警察哟。你喜欢警察吗？旭旭眼睛都放光了，真的吗？叔叔你好帅。周怀墨凑过来摸了一下旭旭的头。改天叔叔带你去玩好吗？好呀好呀。我眯着眼睛审视他。周怀墨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和我同岁吧？没结婚。周怀墨摆摆手，1年前刚离。对方嫌我工作太忙。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没有孩子。”视线流转间，他看着我说：“我很喜欢旭旭。都是成年人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？”我慢慢凑到他的耳边，略带撩拨地说：“我喜欢搞事业。”随后，我们2人同时笑出声。余光，我看到夏雨舟愤怒又无能的眼神。番外，1年后，我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我又回到了我曾经的岗位。现如今的我和徐杰平起平坐，我们俩成了市场部的2枝花。这天部门聚餐。刚进餐厅就看到了我们对家公司居然也在这里吃饭。隔着老远，我就感觉到一道视线一直落在我身上。我坦荡地朝那个方向看去，那人却又将视线移开了。我轻笑了一声，还真是一个懦夫。
听说他这一年过得很不好，手上丢了好几个单子。当然，丢掉的单子都在我的手上。我们聚餐的桌子就隔着一个屏风，声音大点，双方都听得见。许是为了给我出气，曾经看在我面子上把单子给夏禹州的那个人站了起来，像是喝醉了般。老大，有件事情我不吐不快。想当初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把单子让给你的前夫，你说要请我吃饭的，什么时候兑现？他嗓门很大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包括隔壁那桌。我笑了一声，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。你这话说的，现如今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大笑了2声，划不着地说：好啊，老大不愧是老大。这话说的我都没有办法反驳。这天晚上我们喝得很尽兴，结束时夏禹州冲出来叫住了我。南旭。我挑眉看着他，有什么事吗？他吞吞吐吐地说，最近过得好吗？我轻笑一声，好不好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尴尬地眨了眨眼。那个，你同事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，你怎么不和我说？我摆摆手，不用放在心上，以后又不会了。这下他更尴尬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向你道个歉。我眼神看向朝我这边开来的车，嘴角勾起一抹笑。不用了，我先走了。周怀墨打开车门过来扶住了我，一脸无奈地说，又喝这么多酒。虽是责备，但语气里尽是宠溺。我努嘴，不行吗？他拖长音调，行。我们家女强人干什么都行。回去给你准备了醒酒汤。周怀墨将我扶上车，在我看不见的视线里，他给了夏禹州一个眼神。车上我拧开夏禹州的杯子，喝了2口水。旭旭睡了吗？再就睡了。我今天带他去练拳了，小家伙还挺能闹腾。我将视线看向窗外，川流不息的车辆缓缓移动，暖黄色的灯光打在脸上。我缓缓出声，周怀墨，我那么不顾家，你会觉得不好吗？他几乎是没有犹豫地问我，那你搞事业开心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开心。你开心我就开心。爱人如养花。我希望你能成为你心中的样子。你越厉害，我越骄傲。但如果哪天你累了，你可以放心地将你的后背交给我，我会为你撑起一片天。我看着他笑了笑。那你恐怕要等到我退休。那行啊，那时候我照样可以为你撑起一片天。周怀墨，我们结婚吧。好啊，荣幸之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